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件很奇怪的事？这一生里你最怕失去的那些东西，往往是最先离开你的。我知道这句话很刺，但在你否定它之前，请先停下来，认真的想一想，那个让你最寝食难安的人，那段让你最不敢松手的感情，那份你觉得失去了就活不下去的依附，你为他付出了多少？你为了留住他，用尽了多少心力？然后呢？结果是什么？很多人到了35岁、40岁甚至50岁之后，终于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件事，越是拼命抓，好像越是留不住，越是紧紧握住，那个东西好像越是要从指缝里溜走。这不是运气不好，这不是你不够努力，这是一种比命运更深的规律在运作。2500年前，佛陀在菩提树下彻悟之后，向这个世界说出了一个他认为最重要的真相：苦从直取而来。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谈谈这件事儿，不是要给你讲大道理，不是要用什么玄学来吓唬你，而是要带你一层一层地拆开那个叫做执著的东西，看清楚它究竟是怎么在你的生命里生根发芽的，看清楚它是怎么悄悄地把你的命运塑造成你现在这个样子的。更重要的是，看清楚你可以怎么做，才能从这个古老的枷锁里慢慢地走出来。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一段让你痛苦的关系里，或者你正在为某件事情焦虑到睡不着觉，或者你总是觉得命运在故意跟你过不去，请把今天的内容听完，我相信你会找到一些东西。在我们开始之前，如果你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你内心有什么东西被压得太久了，请在评论区打下这8个字：放下执着，命运自清。把这句话送给自己，也送给那个还在死命抓着某样东西不放的自己。一个人是怎么被执着一口一口吃掉的？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唐朝末年，有一位书生名叫谢长风，出身寒微，但天资过人，自幼便是十里八乡公认的神童。他的父亲是一个穷苦的私塾先生，一辈子清贫，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够考取功名，光宗耀祖。谢长风15岁，第一次参加县试便一举夺魁，轰动全县。那一年邻里乡亲都跑来道贺，有人说这孩子将来必是状元之才。谢长风站在那人群里，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叫做被众人仰望的滋味，那种滋味让他上瘾了。从那一天起，高中状元这4个字就不再只是一个目标了，它变成了他这个人的全部定义。他开始觉得只要考中，一切就都值了，只要考中，父亲的辛苦就算没有白费，只要考中，他这条命才算真正活过了。可是世事从来不遂人愿，他第一次参加会试落地了，他告诉自己没关系，3年后第2次又落地了。他的心开始出现一些裂缝，但他死死地把那些裂缝捂住，不让任何人看见。第3次落地的那一年，他的父亲走了。临终前，老父亲握着他的手，什么话都没说，只是那双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谢长风在父亲闭眼之后的那个夜里，哭得几乎断气。他觉得自己欠了父亲一个状元，这种债让他的执着变得更重了，更深了，更难以撼动了。之后的10年，他几乎把自己活成了一台机器。他不再关心妻子是否快乐，不再在意自己的身体是否疲倦，不再感受任何日常生活里的温暖。他只有一件事：考上。他的妻子曾经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长风，你现在这个样子已经不像一个人了，你更像一张答卷，你把你自己这个人全部压在了那个结果上面。谢长风听了，沉默片刻，然后转身继续读书。第7次落地的那一年，他的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他。那一刻，他坐在空荡荡的书房里，盯着窗外的月亮，第一次感到一种彻骨的茫然。他这才意识到，他用来执著功名的那股力气，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把他生命里所有真实的东西都榨干了。你知道故事最可悲的地方在哪里吗？第8次他终于考中了。他走出贡院的那一刻，周围的人都在欢呼，可他站在那里什么都感觉不到，没有狂喜，没有释然，没有他无数次幻想过的那种泪流满面，只是一片麻木。因为那个能够感受喜悦的人，已经在漫长的执着中
被一点一点的消耗干净了。他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但就在得到的那一刻，他才发现他真正失去的是这一生里所有的时光，所有的温情，所有的活生生的感受。这就是执着最深的那个陷阱，它不是在你失去的时候杀死你，而是在你还没失去的时候就已经把你悄悄地掏空了。你还以为自己在努力，你还以为自己在奔向生命的答案，可实际上你已经空了很久了。执着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会让人受苦？我现在想认真地和你聊一聊执着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字面上的那种解释，而是它真正运作的机制。在佛学里，执着有一个梵文词叫做 apadana， 字面上的意思是抓取，或者更具体的说，是像胶水一样粘上去再也扯不下来的那种状态。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会粘上去？这不是性格问题，也不是意志力问题，这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层的心理机制在运作。让我来把它慢慢拆给你看。人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最古老的恐惧，那就是对消失的恐惧，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我不再存在这件事的恐惧。当你执着于一段感情，你执着的不只是那个人，而是那个人存在时你对自己的感觉。那种感觉是我是被需要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不孤独的。当你执着于一份工作，你执着的不只是那份薪水，而是那份工作赋予你的身份感。那种感觉是我是有用的，我是有位置的，我是被这个世界认可的。当你执着于孩子的成就，你执着的不只是孩子的未来，而是孩子的成功给你带来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是我的人生没有白过，我是一个好父母，我这辈子做了有意义的事儿。你看到了吗？所有的执着说到底都是在执着于一种感觉，一种让你觉得我这个人是有价值、有意义、不孤独、不会消失的感觉。而一旦威胁到那种感觉的事物出现，你就开始恐惧，开始收紧，开始死命的抓。这就是执着的心理根源。但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那种感觉是真实的，但你寻找它的方式是错的。你把那种感觉的来源寄托在了一个外在的人或事物身上，而所有外在的人和事物都是无常的。人会离开，事会变化，物会失去。当那个外在的载体消失或者改变，你觉得那种感觉也随之消失了，于是你更加恐慌，更加执着，更加死命的抓。而偏偏你越死命的抓，那个外在的东西就越快的消失。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循环。佛陀看透了这个循环，他说这叫做轮回，不是字面上那种生死轮回，而是在同一种痛苦里一遍一遍的打转，永远走不出去的那种轮回。业力的真相，你的执着是怎么塑造你命运的？很多人听到业力这两个字，第一反应是报应，做了坏事，上天会惩罚你。这种理解不能说错，但非常浅。真正的业力是一种比惩罚要精密得多的东西。业梵文叫做 karma， 字面的意思是行动，但更准确的说是有意识的、有意图的行动，包括你的念头、你的语言、你的身体动作，每一个有意识的念头都会在你的意识深处留下一个印记。佛学里叫做业印或者业种。这些业印储存在阿赖耶识里。你可以把阿赖耶识想象成一片深不见底的湖，湖面以上是你日常能够感知到的意识，你的想法、你的情绪、你的感受。湖面以下是你意识里那片你平时看不见的深处。所有你曾经产生过的念头、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都像石子一样沉入了那片深湖，在湖底留下痕迹。这些痕迹就是业印，它们不会消失，只会在因缘成熟的时候从湖底重新浮起来，影响你的感知和选择，进而影响你的生活。这就是业力运作的基本机制。而执着是所有业印里最深的那一种。为什么？因为执着有一个特性叫做念念相续。一个普通的念头你想了一下就过去了，它在湖底留下的痕迹很浅。但执着不一样，执着的念头是不断循环的，是持续性的，是反反复复在你的意识里翻涌、强化、加深的，就像在石头上刻字。
你只划一刀，痕迹很浅，但你反复在同一个地方划了1000刀、10000刀，那个痕迹就深到几乎无法磨平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越是执着于某件事，他的命运就越是被那件事所牵引。你执着于被爱，你的所有感知和选择都会绕着被爱与否这个轴心旋转，你会不断地吸引来能够触发你这个执着的人。注意，不是能够满足你的人，而是能够让你的执着被充分演练的人。你怕被抛弃，所以你在关系里拼命讨好，拼命退让，拼命让自己变得值得被留下。但你的恐惧和执着所散发出的那种能量，会在关系里制造一种窒息感，而窒息感会让对方感到压迫，想要逃离。对方的逃离又会印证你最深的恐惧。你果然不值得被爱，果然会被抛弃，这个印记更深了。于是在下一段关系里，你执着得更厉害，更拼命，更让人窒息。整个循环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转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我的命怎么这么苦，为什么总是遇到同样的人，遭遇同样的事，走着走着又走回了同一个地方。不是命运在捉弄你，是你内心里那个深深的执着一直在召唤着同样的因缘。关系换了，场景换了，人换了，但那个模板没有变，所以人生就一直在重印同一张底片。一块玉的故事，业力是怎么被转化的？我想给你讲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宋朝，主人公是一位玉雕匠人，名叫林守贞。林守贞从12岁开始跟父亲学雕玉，几十年磨下来，手艺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雕的观音细腻到连衣袍上的纹路都像真丝一样柔软，他雕的山水气韵到让人站在跟前，几乎能听见山涧的流水声。那一年，一位南方来的大富商要他雕一件极品的白玉观音，作为母亲70大寿的贺礼。富商拿来的是一块当世罕见的羊脂白玉，温润通透，价值连城。林守贞接过那块玉，看了很久，心里只有一种感觉，这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玉。他开始雕了3个月，那尊观音像在林守贞自己看来，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神态安详，衣袂飘然，整尊像散发着一种让人心静的气韵。富商来看了，也被深深打动，当即给了双倍的工钱，还说要在整个南方替林守贞宣扬名声。但就在富商离开之后的第3天夜里，林守贞出了一件事。他把那尊观音像从架子上取下来，反复端详，忽然发现在观音右手手腕处有一条极细极细的裂纹，细到只有他这样有几十年经验的匠人才能在特定的光线下看见。富商看不出来，普通人看不出来，甚至大多数玉雕匠人也看不出来，但林守贞看出来了。那一夜他没有睡着，他知道那条裂纹是雕到一半时某一刀用力的角度有一点点偏差造成的，那不是玉本身的瑕疵，而是他自己的失误。他的内心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一方面他知道富商看不出来，工钱已经结清，这件事可以就这样过去，没有人知道。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知道，他知道那里有一个裂纹，他知道那尊观音是有缺陷的。那几天他开始执着于这件事儿了，他睡不好，吃不下，整个人陷入一种莫名的焦灼里。他去庙里烧香，求菩萨让那条裂纹消失。他翻来覆去的想，是不是可以用某种方式把裂纹填补掉，让他看不出来。他甚至想，如果我就这样算了，会不会有什么报应？他的执着让他苦了整整2个月。直到有一天，他去了城外的一座古寺，遇到了一位老僧。那位老僧正在院子里扫落叶。林守贞看着老僧扫地，忽然没来由地说，师父，我雕了一件玉器，里面有一条裂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老僧停下来看了他一眼，问，裂纹能看见吗？林守贞说，普通人看不见，只有我知道。老僧又问，那个裂纹是你雕的时候造成的吗？林守贞点头，是。老僧说，那你知道，但没有坦白，这个业印已经种下了。林守贞低头。老僧继续说，但你现在的苦不是来自那条裂纹，而是来自你对那条裂纹的执着。林守贞抬起头，不解地问，有什么区别？老僧说，区别大了。那条裂纹是你过去的一个选择造成的，它已经存在了，你改变不了它。
但你怎么应对它是你现在的选择，你有权做主。林守贞说，可是我已经把那尊观音交出去了，我能怎么做？老僧说，你可以去告诉那个富商实情。林守贞沉默了，他想着会失去的名声，会退回去的工钱，会在南方散播出去的坏名声。老僧看着他，轻轻地说，你现在苦，是因为你在执着于一个结果，你不肯让那件事情按照它本来应该走的方向走。如实说未必是最坏的结果，但不如实说，那条裂纹会在你心里越裂越深。林守贞回去了，想了3天，最后去找了富商，如实说明了情况。他把工钱退了一半，提出可以重雕一尊，也可以降价了结。富商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令林守贞意想不到的话。他说，林师傅，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第一个主动来告诉我自己作品有瑕疵的匠人，就凭这一点，我信你这个人。那尊观音我留下，原价不变，重雕那一尊你雕好了，我再买一尊给我父亲。后来林守贞雕的那2尊观音成了他一生中最有名的2件作品，不是因为雕工有多绝，而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个故事让很多人动容，也让林守贞的名声传遍了南北。那条裂纹反而成了他命运里一个转折点。你听懂了吗？林守贞的苦不是那条裂纹本身造成的，而是他对那条裂纹的执着，执着于隐瞒，执着于结果，执着于自己已经建立的那个名声的形象造成的。当他放下执着，如实面对，业力的运作方式完全改变了。这就是转念的力量，不是说你否认现实，假装问题不存在，而是你如实的看见它，诚实的面对它，然后放开你对结果的执着。这才是佛法里说的转业。业力不是不能转化的，但转化它的方式不是对抗，不是逃避，而是如实的放下。心念的秘密，你的念头是怎么在现实里开花结果的？有一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想过，但没有认真深究过，念头真的有那么大的力量吗？我告诉你，有，但不是那种玄学意义上的吸引力法则，而是一种更实在、更可以被观察到的机制。你的念头决定了你的注意力落在哪里，你的注意力落在哪里，决定了你能看见哪些机会，哪些人，哪些可能性。你能看见什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会做出什么选择。你的选择日积月累，就塑造了你的命运。这不是神秘学，这是心理学。让我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2个人同样失去了一份工作。第一个人，他的念头是，我完了，我这个人本来就不够好，这份工作不要我，说明我就是没有价值。他的注意力被这个念头牢牢地牵引着，锁定在自己的失败和缺陷上面。他见什么人都觉得对方在同情他或者看不起他，他看任何机会都觉得自己不够格。他的状态让他在面试的时候显得萎靡、防御、不自信。最后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下一份工作，而且比原来的还要差。他的念头变成了他的现实。第二个人，他的念头是，这份工作结束了，那是因为他不适合我，或者他完成了他的使命，现在我有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他的注意力锁定在可能性上面，他见人愿意真诚的交流，因为他不带着防御。他看机会愿意尝试，因为他不觉得自己需要证明什么。他的状态让他在面试的时候显得松弛、真实、有能量。最后他找到了一份他真正喜欢的工作。2个人同样的起点，不同的念头，造就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这就是心念塑造命运的最直观的方式。但问题来了，我们怎么改变念头呢？这就是今天我最想和你谈的部分了。很多人觉得改变念头很简单，不就是正向思考吗？告诉自己要积极，要乐观，要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但如果真的这么简单，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失败了。因为强行压制一个念头，并不等于改变了它。你强迫自己想，我没事，我很好，但你心底深处那个声音还是在说，我不行，我不够好。那个深层的念头才是真正在驱动你的东西。真正的转念不是用一个正面的念头去压制负面的念头，而是看清楚那个负面念头的根源，然后从根源处入手。
具体怎么做，我后面会讲。3种最常见的支柱，你认出自己了吗？在这里，我想停下来，直接问你一个问题：你最深的支柱是哪一种？我把最常见的3种列出来，你看一看哪一种和你最像。第一种，执着于被认可。这一类人，他们最深的恐惧是我不够好，我不值得被爱，我会被看不起。他们做任何事底层的驱动力都是我想让别人看见我，我想让别人觉得我好。他们很努力，很上进，但他们的努力不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而是为了逃避那个不被认可的恐惧。这种执着的代价是他们永远无法真正的满足，因为别人的认可是无限的。你今天得到了一个人的认可，还有另外1万个人，你永远在追，永远追不完。更糟糕的是，当你得到了别人的认可，你会发现那种满足感只能维持很短暂的时间，然后你又开始焦虑了，因为那种认可可能随时消失，你又开始害怕失去。这种人活得非常累。第二种，执着于控制。这一类人，他们最深的恐惧是失控，他们必须掌握一切，必须知道事情的走向，必须确保每一个变量都在自己的预期之内。他们对家人会过度管控，对工作会过度介入，对关系会过度干预。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负责，其实他们是在用控制来抵御那个深层的无力感。这种执着的代价是他们把身边的人都压迫得喘不过气，最后那些人纷纷逃离，反而造成了他们最恐惧的那种失控。第3种，执着于确定性。这一类人，他们最深的恐惧是不确定，他们需要一切都是可预期的，需要未来是可以规划好的，需要每一件事都有一个清晰的答案。面对变化，他们会感到极度焦虑；面对未知，他们会过度分析，反复推演，试图用思考来消除那种不确定感。这种执着的代价是他们错过了生命里大量的美好时刻，因为他们无法活在当下，他们总是活在对未来的计算和对过去的分析里。你在哪一种里认出了自己？或者说你在3种里都认出了自己，没关系，认出来就是开始的地方。一位老人在河边说的话：什么是真正的放下？我现在给你讲最后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觉得是我听过的所有故事里最让我沉默的一个故事。发生在明朝末年，一个战乱四起的年代。有一位老人名叫方志远，曾经是一方大户，家境殷实，儿孙满堂。但战乱来了，他的长子战死，二子下落不明，家产被洗劫一空，妻子在逃亡途中病逝。转眼之间，那些他认为是自己生命根基的东西全部不见了。等到战事稍歇，他流落到了一座小镇，身上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一身旧衣裳和一双走破的草鞋。镇上有一座小庙，庙里住着一位老和尚，法号叫做吴尘。吴尘每天天亮前就起来去河边打水，方志远不知为何每天都去河边看他打水。这样看了7天，方志远开口说话了。他说：老和尚，你每天来这里打水，你不累吗？吴尘头也没抬，说累。方志远又问：那你为什么不让别人帮你打？吴尘说：这水要我打，我才喝的。方志远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以前有很多人替我做事，什么都有，现在什么都没了。吴尘提着水桶站起来看了他一眼，问：你现在觉得以前那些有的时候你快乐吗？方志远想了很久，最后说：说实话，不怎么快乐。那些东西在的时候，我怕失去，我害怕家产被人觊觎，害怕儿子不争气，害怕哪一天我走了，家里败落。吴尘点头说：你以前怕失去，你现在已经失去了，那你现在怕什么？方志远愣住了。对，他现在怕什么？已经失去了那么多，还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怕了，真的不怕了。不是因为他不在乎，而是因为他已经来到了那个他一直最害怕抵达的地方。他站在里面，发现也不过如此。吴尘说，很多人把一生的力气都花在抵抗那个怕失去上面，结果他们一生都活在那个抵抗里，从来没有真正活过一天。方志远问：那怎么才能不怕失去？吴尘说：你现在不是已经不怕了吗？方志远说：但我是因为都失去了才不怕的。吴尘摇摇头说：不对，
你不是因为失去了才不怕的，你是因为你终于停止了执着，才不怕的。失去只是一个契机，让你的执着被迫放下了。但如果你能提前看清楚那个执着是假的，你不必等到失去，就可以不怕了。方志远盯着河水看了很久，问：什么叫执着是假的？吴晨说：你执着的那些东西，家产、儿孙、名声，他们是真实的，但你认为只要有了他们，你这个人才算完整，才有价值，才不会消失。这个想法是假的。你这个人的价值不依附于那些东西，你这个人的存在不需要那些东西来证明。那些东西在的时候，你是你；那些东西不在了，你还是你。你一直都在，从来没有消失过。方志远站在河边，眼泪无声地流下来。他说：可是如果我什么都不在乎，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吴晨说：在乎和执着是两回事。你可以深深地爱一个人，却不执着于永远拥有他。你可以全力去做一件事，却不执着于结果必须如你所愿。你可以珍视你拥有的一切，却不认为失去了他们，你就什么都不是了。这才是爱，这才是真正的在乎。执着是在爱里掺进了恐惧。方志远在那个小镇住了下来，做了吴晨的俗家弟子。他学会了打水，学会了种菜，学会了在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里安住。后来他的二子找到了他，两人重新聚首。那个儿子在战乱中受尽磨难，反而磨出了一身担当和韧性。他们没有重建当年的家业，却过上了一种方志远觉得比以前更真实、更踏实的生活。晚年，有人问方志远：你经历了那么多失去，你觉得那是你这辈子最大的不幸，还是最大的幸运？方志远想了很久，回答说：是最大的恩赐。那些失去把我执住着的手一根一根的掰开了，掰开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的手一直都是自由的。觉醒不是一个瞬间，它是一种日复一日的选择。讲了那么多，我现在想回到最实际的地方。觉醒这两个字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一个突如其来的领悟，一道霹雳打下来，然后你就彻底变了。但事实上，真正的觉醒不是一个瞬间，它是一种日复一日的选择。每天早上醒来，你在那个念头升起的第一秒选择看见它，而不是被它带走。这就是觉醒。让我来给你几个非常具体的练习方法，不是说教，不是告诉你你应该怎样怎样，而是真正可以在生活里用的东西。第一个叫做命名练习。当你感觉到自己又开始执着了，不管是焦虑、担心、强迫性的反复想某件事，停下来给那个感觉命名，不是分析它，不是评判它，只是命名。你在心里说这是执着在运作，或者这是对失控的恐惧在说话。仅仅是这一个动作，就可以在你和那个念头之间建立起一丝距离。你和那个念头之间有了一丝距离，你就不再是那个念头本身了，你变成了一个能够观察那个念头的人。这个距离就是自由的开始。神经科学上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当你把情绪用语言命名出来，大脑里负责情绪反应的杏仁核的活跃度会降低，前额叶皮层的活跃度会升高。简单说，你越是能够命名自己的感受，你就越是在用大脑里理性的那部分来运作，而不是被本能和情绪所驱动。这不是压制，这是真正的转化。第二个叫做往下挖。当你发现自己对某件事特别执着，试着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这件事不如我所愿，我最害怕的是什么？然后当你得出一个答案，再问：那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了，我最害怕的又是什么？一层一层的往下挖，直到你挖到最底层的那个恐惧。通常最底层的那个恐惧只有几种：我没有价值，我不值得被爱，我会孤独，我会消失。当你真正触碰到那个最底层的恐惧，你常常会发现它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可怕，它只是一个很古老的从小就留在你心里的念头，一个你从来没有真正去看清楚过的念头。当你真正的看见它，它就失去了大部分的力量。第三个叫做如实接纳，这是最深的一个练习，也是最难的一个。它的意思是对你现在的处境如实的接纳，不是赞美，不是假装喜欢，而是看清楚它本来的样子，接受它就是这样。
很多人误解了接纳的意思，他们以为接纳就是认命，就是不再努力，就是放弃改变。不是的，接纳是说对已经发生的事，停止消耗能量去对抗它的存在。已经发生了，它就是发生了，你对抗它不会让它消失，只会让你更加痛苦。当你真正接纳了现实，你反而能够用更清醒的眼光看见，在这个现实里有哪些是你可以改变的，有哪些是你需要顺势而行的，这才是智慧的力量。佛学里有一个词叫做随缘，很多人误解了随缘，以为随缘就是什么都不做，无所谓，反正随便啦。真正的随缘是尽人事，顺因缘，你该努力的努力，该播种的播种，该付出的付出，但对结果你放开执着，允许因缘以它本来的方式运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你不强求一定要在这块土地，在这个季节得到这个形状的瓜，这才是随缘。当你开始转念，命运是怎么悄悄改变的？有一个问题，很多人想过，但没有得到过让自己幸福的答案。当一个人开始改变他的念头，他的生活真的会改变吗？我相信会，但不是以一种戏剧性的立竿见影的方式改变，而是以一种非常细微的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让我来解释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当你的念头开始改变，你的注意力首先改变了，你开始能够看见以前看不见的东西。一个原本执着于被认可的人，当他放下那个执着，他开始能够真正的聆听别人说的话，因为他不再把每一次谈话都变成一个对方是否认可我的测试，他开始建立起真正的人际连接，而不是那种建立在让对方觉得我好基础上的表演性关系。真实的连接带来真实的信任，真实的信任带来真实的机会和支持。你看，变化是从这里开始的，不是一道光从天而降，而是你的关系质量悄悄地变了。一个原本执着于控制的人，当他开始放手，他的身边的人开始松了一口气，他们开始愿意真心的付出，而不是只是在完成被分配的任务。一个被允许自主的团队或者家庭，他的创造力和活力会远远超过一个被严密控制的团队或者家庭。你放开了，反而拥有了更多，这是执着最大的悖论之一。你越抓越少，你越放越多。当然，这不是说你放弃努力，放弃责任，放弃对重要事物的珍视，而是说，当你做一件事的底层驱动力，从害怕失去变成真心付出，事情的走向就完全不一样了。一个出于恐惧而去爱的人，他的爱里有太多的索取和控制。一个出于真心而去爱的人，他的爱是给予的，是流动的，是让对方感到温暖而不是压迫的。这两种爱会得到截然不同的回应。这就是念头在命运层面上的实际运作方式，不是玄学，是心理学，是人际关系的基本规律，是业力在现实生活里的具体显现。关于至亲之间的执着，最难放下的那种，我现在想专门谈一谈那种最难放下的执着，不是对物质的执着，不是对名声的执着，而是对至亲之人的执着。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夫妻之间，深厚友谊之间，这些关系里的执着是最难被觉察，也是最难被放下的。因为这里面执着和爱混在一起了，难以分辨。你怎么知道你对孩子的那种担心是爱还是执着？你怎么知道你对伴侣的那种在乎是真心还是依附？我来给你一个辨别的标准。如果你的担心是建立在相信对方有能力的基础上的，那是爱。如果你的担心是建立在害怕对方没有你不行的基础上的，那是执着。如果你的在乎允许对方做他自己，允许他走他自己的路，允许他做出和你期望不同的选择，那是爱。如果你的在乎需要对方符合你的期望，需要他按照你规划的方向走，不允许他偏离你的预期，那是执着。真正的爱是给予自由的，真正的爱说，我在这里，你有需要的时候，我支持你。但你的人生是你的，我不能替你活，也不应该。执着的爱说，我这么爱你，你必须按照我爱你的方式来接受我的爱，否则你就是辜负了我。你爱的人，他首先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其次才是你的孩子，
你的伴侣，你的至亲，他有他自己的因果要走，有他自己的课题要学，有他自己的路要经历。你能做的是陪伴，是支持，是在他需要的时候伸出手，但你不能替他走那条路，你替他走，他就永远走不出来。这是我们在第一部分里说过的内容，但在这里我想更深地谈一谈他背后的心理机制。很多对孩子过度控制的父母，他们对孩子的执着，其实有一大部分是他们对自身价值的执着。我的孩子必须成功，因为孩子的成功证明了我是一个好父母，证明了我这辈子没有白过，证明了我这个人是有价值的。所以当孩子不成功，父母感受到的不只是对孩子的担忧，还有对自己的否定，那种否定非常痛，这才是那个控制欲的真正来源。当父母能够看清楚这一点，很多事情就会松动了。你开始意识到你对孩子的要求有多少是真的为了孩子好，又有多少其实是在用孩子来填补你自己内心的空缺。这不是批评父母，这是人之常情，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心理运作方式。但当你能看见它，你才有机会改变它。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伴侣关系。很多婚姻里的控制和占有，背后都是一种深层的不安全感在驱动。我害怕你离开，所以我要把你牢牢地控制在我能看见的范围里。但这种控制往往才是导致对方真正想要离开的原因，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一个没有空间的关系里长期生活而感到快乐。真正让一段关系长久的不是占有，而是信任；不是控制，而是彼此给予的那份自由。那些真正活得通透的人都看透了什么？我见过一些真正活得通透的人，他们通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是他们从来不在乎，不是他们心里没有爱，没有牵挂，没有悲欢，而是他们的爱和牵挂是清醒的。他们能够在深深爱一个人的同时，仍然清楚地知道那个人不属于他们，那段感情的走向不受他们控制，而他们仍然可以选择爱，选择付出，而不需要那个爱被如何回应才能让自己安心。他们能够在全力去做一件事的同时，仍然清楚地知道结果不在他们手里，他们能做的只是这个过程，而那个过程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不需要以结果来证明。这就是《金刚经》里一句很著名的话的真实意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心要生，要动，要有感受，要有爱，要有热情，要有投入，但不要住，不要黏，不要执取，不要把那个感受当成你能永久拥有的东西。生心是活着，无助是自由，两者同时存在才是真正的圆满。那些活得通透的人，他们看透的不是人情淡薄，不是世态炎凉，不是一切都是虚无，他们看透的是执着的底层是恐惧，而恐惧来自于对自我价值的错误认定。当你真正明白你这个人的价值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来证明，你的爱，你的美，你的完整本来就在你里面，那种深层的安全感会让你在面对任何失去的时候都不会被彻底摧毁。你会悲伤，你会难过，你会需要时间，但你不会垮掉，因为你知道你仍然在。从今天开始有3件事可以做。我不想把今天的内容变成一堂听了感动转眼就忘的课，我希望你今天带走一些真正可以用的东西。这里有3件事，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真正去做。第一件，每天早上给自己5分钟，在你的手机响起来之前，在你开始刷任何信息之前，先静静地坐一会儿，或者躺着就好，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我最执着于什么结果？不是一个你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你最担心不如预期的结果。把它写下来，或者只是在心里说清楚它，然后问自己，如果这件事不如我所愿，最坏的情况是什么？然后再问，如果那个最坏的情况真的发生了，我还能活下去吗？我还是我吗？绝大多数时候答案是能还是。这个简单的练习可以帮你在一天开始的时候就把那个执着的力量稍微松动一点。第二件，找到你生命里一件已经放下的事。你人生里一定有某一件事，当时你觉得那是天大的事，失去了那件事，你这辈子就完了。然后呢？然后你还是活下来了，你还是走到了今天，而且你甚至在某些方面因为失去了它，反而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找到那件事，仔细的回忆它，感受一下那个以为天塌了，结果天没塌的感觉，把那个感觉牢牢的记住。当你现在面对新的执着和恐惧，你可以对自己说，上一次我也以为完了，但我走过来了，这一次我也会走过来的。这不是盲目乐观，这是有根据的信任，相信你自己有承受失去的能力，因为你已经做到过了。第三件，找一件事练习全力投入，不知结果。这不需要是什么大事儿，可以是你今天要做的一顿饭、一份工作报告、一次和老朋友的电话，把你全部的注意力和心思放进这件事里，做到你现在能做到的最好。但在做的过程中，把别人会不会喜欢，这件事会不会成功，这会不会带来什么回报，把这些念头轻轻地放在一边，不是压制他们，只是不跟着他们走，只是专注于你此刻正在做的这件事本身。你会发现，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往往比你执着于结果时做出来的更有生命力、更真实、更有温度。而且你会发现，做的过程本身，让你感到一种平时很少有的平静和踏实。这就是佛学里说的正念，它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就是把你的注意力从对结果的执着，拉回到当下这一刻的行动里来。做到了，就是修行。尾声你已经握着的，比你以为的要多得多。我想用一个问题来结束今天的内容。如果你的执着今晚全部消失了，明天早上醒来，你是谁？你还是你，你的眼睛还是一样的，你爱的人，你心里对他们的那份深情还是一样的，你喜欢的那些事物，那些让你感到美好和感动的瞬间，还是一样的。你的智慧，你的善意，你这个人的底色还是一样的。那些你以为需要紧紧抓住才能存在的东西，其实大部分都不在那些你抓住的东西里，而在你这个人本身里。你的价值不是你的成就赋予你的，你的可爱不是别人的认可赋予你的，你存在本身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来证明和支撑，你在就在了。你的悲欢，你的体验，你这一生里走过的每一步路，哭过的每一场泪，爱过的每一个人，做过的每一件有意义的事，这一切都已经真实的发生过了，永远存在于那个已经存在过的时间里，谁也拿不走。失去不是空，放下不是消失，松开那双紧握的手不是失去，而是让血流重新流回来，让那双手重新有了感觉，有了温度，有了握住新事物的能力。佛陀在法句经里说过这样一句话：心为法本，心遵心使，中心念恶，即言即行，罪苦自追，车利于辙。心为法本，心遵心使，中心念善，即言即行，福乐自追，引之随行。一切从心开始，你的心念就是你命运的种子。今天你愿不愿意松开那双紧握的手？今天你愿不愿意让那颗长久以来被执着压着喘不过气的心稍微呼吸一下？不需要你立刻想清楚所有的问题，不需要你今天就做到完全放下，只需要你在今天允许自己对那个执着多看一眼，看清楚它就是改变的开始。这一生里你会遇到很多次失去，有些失去你会痛苦很久，但如果你记得今天说的这些，当你在痛苦里沉下去，沉到最深的地方，你或许会发现在那个最深的地方有一片安静，那片安静一直都在，它不来自拥有，也不依赖于拥有，那就是你最真实的自己，那也是你这辈子唯一真正不会失去的东西。